在 AI 的热潮下的美国房市，谁在买房，谁被挤出。最近，美国房地产的市场不断的释放出降温的信号，房价高企，房贷利率维持高位，可负担性持续恶化。再加上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不足，让美国的房市逐渐从高热转向低迷。就连美国全国的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（MAR） 首席的经济学家也直言，美国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住房危机。但矛盾的是，对部分的买家来说，现在反而是近几年最友善的买房窗口。成交量的下探，房市冷感明显。根据 MAR 公布的数据，今年1月份，美国二手房的销量环比大跌8.4%，经过季调后的年化销量仅约391万套，同比也下降4.4%，创下1年多以来的新低。这意味着想买房的人变少了。真正下场成交的人更谨慎了。在高利率和高房价的双重挤压下，许多原本计划购房的家庭，他们选择继续观望。买方市场回归，成交价低于挂牌价成为了常态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报道，美国房地产市场正在明显地向买方倾斜。去年，将近2/3的购房者以低于挂牌价成交，这一比例创下了2019年以来的新高。来自房地产平台的统计显示，62%的房屋成交价低于原始的挂牌价，平均折扣大约8%，为2012年以来最大的降幅。除了直接降价，卖方还普遍地让步于承担部分过户的结算费，补贴房贷的利率，放宽交易的条件。这一些变化都说明了一句话：卖方不再强势，买方开始挑房子了。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，只用了3年的时间。回顾2020年到2022年，美国房市曾经处在极端的卖方市场，超低的房贷利率，大量的资金涌入，抢房、加价、放弃验房已经成为常态。然而，现在形势已经反转。数据显示，截止2025年12月，美国市场上卖家的数量比买家多出大约60万人。经过季调后，这是2013年以来最大的供需差距。哪些地区对买家最友善呢？从区域来看，美国南部市场对买家最为有利，尤其是佛罗里达州、德克萨斯州。过去几年，大量的新屋建设使这些地区的房源明显的增加，溢价空间也更大。但是整体来看，仍然是房少人多。尽管市场转冷，美国房源问题并未根本的缓解。截止1月底，全美国在售房源大约122万套，按照当前的销售速度，仅够卖3.7个月。一般认为，6个月的库存才算是供需的平衡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房价仍在上涨。1月份成交房屋中位价接近39.7万美元，同比下调0.9%，仍然是历史上最贵的1月份。与此同时，房子卖得更慢了，平均需要46天才能成交。富人的市场更强，刚需是最难的。一个更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高端的房产在逆袭着增长，而低价的房子最受冲击。
100万美元以上的房产是唯一同比增长的区间，25万美元以下的房源销量跌幅最大。这意味着很多人想买房子，但现实却是要么买不起房子，要么买不到合适的房子。旧金山全国割裂的房市样本，在全国趋冷的背景下，旧金山却显得格外的火热。根据美国商业媒体与房地产公司的报告，近75%的独栋住宅，超过25%的公寓，成交价高于最初挂牌价。市场的热度甚至跳过了传统的冬季淡季，很多房源上市数天内就被抢走，部分的买家直接全部现金，不看房子，无附加成交的条件。AI 的热潮正在重塑旧金山的房市，业内的普遍认为，这波旧金山的房市升温是与 AI 的产业密切相关。随着 AI 的公司计划 IPO，新一轮的财富效应正在形成。当地经纪人甚至直言，英伟达一家创造的100万富翁数量已经超过市场上的可售房源。数据显示，旧金山的豪宅均价在2024年248万美元，在2025年265万美元，涨幅将近7%，远高于加州的整体3.2%。另一方面，裁员的阴影仍然存在。值得警惕的是 ，AI 繁荣的同时，科技行业裁员仍然在持续。截止2025年，美国科技公司累计裁员超过15万人。AI 被认为是重要的推手之一，这也意味着高收入的人群需求强劲，普通的购房者需求却可能继续的萎缩。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走向高度的分化。今天的美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呈现出3种并存的状态：成交量的低迷、信心的不足、对有实力的买家更加的友善。核心的城市、高端的市场持续火热。这不是全面崩盘，也谈不上全面的复苏，这是一场结构性的重塑。未来美国房地产的关键词或许只有一个：分化。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这几年 AI 的势头越发强劲，反而房地产作为曾经的关注的热点，如今却十分的萧条？全美国几乎所有的城市的房子都在打折。2025年，全美国房屋的成交价平均低于挂牌价的4%。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，全美国的房市大降温，湾区却一身的反骨。2025年，全美国房屋平均成交价比挂牌价低于4%，有的高达62%的房源成交价低于挂牌价。换句话说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挂牌价已经变成了最高的限价，买家议价空间明显的扩大。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、德州等南部地区的城市，绝大多数的卖家都接受了低于挂牌价的报价。这些地区房价回调明显与住房的建设增加、房屋保险成本上升有关。湾区逆势加价是机会还是压力呢？根据分析，湾区的房价出现了反弹的现象，有几个关键的因素。AI 人工智能带来了新一轮的财富流入，使得湾区高端的房价价格保持稳定，部分的区域甚至上涨。湾区卖家有一个常见的操作，就是故意把挂牌价定低，吸引竞价。如果竞价战没有出现，再调回预期的价格，这种先低后调的策略在库存紧张的地区尤其常见。其实，旧金山都会区的卖家，尤其是疫情高点买入的业主，
正在面临全美国最高的亏损风险，这也让不少的卖家更不愿意降价的成交。然而，对于买家来说，虽然可能在低端市场找到折扣，但是在湾区，即便是低端市场，价格也常常远超普通家庭的预算。真正的算下来，并不一定划算。同时，虽然湾区的房价目前还是逆势加价的状态，但是相比于从前，现在的湾区房价已经出现了收紧的趋势。再加上现在 AI 发展的迅猛，AI 对科技股价和就业的冲击愈发不容小觑。除了湾区，西雅图、纽约、奥斯汀等城市都是 AI 的发展重地。未来 AI 会不会继续影响湾区市场？怎样影响湾区的房市，都是值得关注与讨论的问题。朋友们，面对当前的大环境，你感受到的是机会还是压力呢？AI 催生新一批富豪。随着人工智能 AI 产业的蓬勃发展，旧金山房地产市场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供需失衡的危机。即使拥有充足资金的买家，在这场激烈的抢购战当中，也未必能够成功购得心仪的房产。虽然 AI 带来的财富集中可支撑特定社区和市场，但是它无法弥补高收入人工作减少造成的住房损失需求。带给您最实用和最专业的美国置业攻略，优质的美国房源，并提供落地生活的各类服务，做最值得您信赖的美国服务专家。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房产投资故事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，少走弯路，为美国境内外高净值的客户提供一站式的高效优质服务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。感谢支持，欢迎订阅。